你有想过，为什么你总是觉得自己跟这个世界有一点格格不入？你跟大家过着一样的日子，每天早出晚归，辛勤工作，可是别人拼命追求的快乐，你觉得好无聊。别人在脸书上晒的那些幸福，你只觉得很空虚。你甚至因为自己太敏感，太容易心软，常常被别人当成烂好人，被当作是一个不合群的怪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曾偷偷怀疑过自己，我是不是有病？我是不是得了忧郁症？听我说一句心里话，请你把这4个字深深记在心里，你没有病。不仅没有病，在我们佛家的眼里，这种格格不入的孤独感，这种对红尘俗世的疏离感，往往意味着你的来历非常不凡。我常常跟身边的朋友和学生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来这一遭就是为了体验普通的烟火气，来了就是为了柴米油盐，为了成家立业，为了繁衍后代。这50年的剧本就是吃喝玩乐，这没有什么不好，这就是普通人的生命轨迹。但是有一拨人，他们的灵魂不是这世间土生土长的。古书上有很多说法，老百姓的话叫神仙转世，或者说是天上来的贵人。但今天我们用佛家更透彻的智慧来说，这叫做你具备了极深的大乘根器。什么是大乘根器？就是你不是来享乐的，你不是只顾着自己好就行的，你的心里装着更大的愿力。我们佛家常讲80田，也就是我们的第80，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深不见底的随身碟，生生世世的记忆都存在里面。有些人的灵性层次非常高，他带着过去世修行的宿世习气下来了。虽然你过了一次奈何桥，喝了一碗孟婆汤，脑子里关于前世的记忆没了，你忘记了自己曾经是谁，但是你80田里的那颗菩提种子还在，你那份慈悲的记忆还在，你那份清净的气场也还在。可是当这些灵性极高的人混在芸芸众生的人堆里，往往是最不起眼的，甚至在世俗的眼光里，他们经常被当成怪物。为什么？因为你的频率跟这个红尘俗世根本是对不上的。记得有一年，我在国外的禅修中心遇到了一个40多岁的男人，这人长得普普通通，穿的也不讲究。他来找我不是为了学打坐，他说他来看失眠。他说，老师，我这人真的很奇怪，我现在生意做得不错，公司上了轨道，家里老婆孩子也都平安健康，照理说我应该是人生胜利组了，可我就是睡不着。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心里就觉得好慌，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没做，可是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他痛苦地告诉我，他去看过心理医生，人家给他开了一大堆抗忧郁的药，安眠药，结果呢，吃到整个人昏昏沉沉，像个废人一样，心里那种慌乱感却一点都没有减少。我当时看着他的眼睛，虽然他很疲惫，但眼白清澈，黑眼珠定定的，非常有神。这哪里是有病？这人的灵性比谁都足。我当时就跟他说，你这不是病，你这叫忘记了回家的路，因为你的那个世俗的壳已经装不下你庞大的善根了。他愣住了，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你这种人是带着任务来的，你现在过的日子是你肉身在过的日子，是你世俗大脑想要的日子，但那不是你灵魂想要的日子。你心里慌，是因为你80田里的菩提种子在发芽，是你的灵魂在敲门，在催促你。你听不懂他的声音，你就以为那是失眠，以为那是焦虑。那天我没有教他任何放松的技巧，我也没给他什么神秘的加持，我只给了他一帖法药。我跟他说，回去好好想一想，你年轻时候，或者你内心深处最想做
却因为要赚钱、要养家而没有去做的事情是什么？去把它做了，你就会发现一切都自然好了。半年后，他再来看我，整个人气色红润，脚步轻盈。我问他这半年干什么去了？他笑着说，他跑去组织了一个公益救援队。他说，当他穿上背心，在灾区把受困的人拉出来的那一刻，他心里那个空洞，那个让他每晚睡不着的巨大空洞，终于被填满了。我讲这个真实的案例，是想告诉荧幕前的你们，天地之间所有的安排都有它的因果。如果你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千万不要自暴自弃。那些看着奇怪的人，往往是因为他们80田里的种子太过干净，受不了世俗的那些乌烟瘴气。那些从小就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感，却又不知道使命到底是什么的人，是因为你的生命剧本本来就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的剧本是红尘里的50年的吃喝玩乐，你的剧本可能是历劫渡人的那一关。这种具备大乘根器的人，虽然自己平常不知道，但身上是有记号的，那是佛菩萨在你灵魂深处盖的戳记。只要你懂得看，你就能在人群中一眼把他们认出来，甚至你能认出你自己。接下来我会把这4个最明显的菩提印记一项一项拆解给你们听。你们不用去庙里抽签，也不用花大钱找通灵大师看命，只要你静下心来，回头看看自己这一路走来的脚印，你就会突然明白，为什么你的生命里一直有一些无法解释的轨迹。但是我要先提醒大家，这4个印记每一个背后都藏着巨大的痛苦。如果你幸运地拥有其中一个印记，却不懂得用佛法的智慧去化解，这股灵性的力量就会反过来让你感到无比痛苦。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可以说是折磨了无数人的心病，这是最好辨认的一点，也是让我最心疼的一点。这种人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心太软，软到像没有皮一样。你是不是见不得众生受苦？你看大街上那种断手断脚的乞丐趴在地上要饭，普通人走过去，心里可能会想，哎呀，这多半是诈骗集团吧，现在的职业乞丐多了去了。或者有的人干脆捂着鼻子嫌脏，绕着道就走了。但是你不一样，你只要看一眼，那个心就像被刀狠狠割了一下。你那种痛不是装出来的，那是生理上的痛。你不仅会掏钱给他，你甚至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个人的痛苦。你可能走出去了好远，心里还在难受，还在惦记着他今天能不能吃饱，晚上天气这么冷，他要睡在哪里。还有这种人看不了悲剧新闻，电视里哪里地震了，哪里淹大水了，别人可能就是当新闻看，感叹2句真惨。你倒好，坐在电视机前，那个眼泪就止不住的一直往下流。很多家长，尤其是长辈，看到自家孩子这样，就会念，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爱哭，心这么软，以后到社会上怎么混？或者身边的朋友会嘲笑你，说你这叫圣母心泛滥，你就是太傻，太容易被骗了。今天我要告诉诸位，他们大错特错。这不是傻，这不是窝囊，在我们佛家来讲，这叫做同体大悲。什么是同体大悲？就是你打从灵魂深处觉得那个受苦的人就是你自己，你的心跟众生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中间没有任何边界。我把这个原理剖析给你们听。我们凡夫俗子的心外面都包着一层厚厚的无明壳，这层壳是干什么用的？它是用来挡灾的，是自我保护的。外界的负能量，别人的痛苦撞到这层厚厚的无明壳上，大部分都被弹开了，伤不到它的根本。所以普通人能做到铁石心肠，能做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一种世俗的自我防御机制。但是你们这些具备大乘根器的人，
你们的这层防护壳比常人要薄得多，甚至可以说是透明的。为什么？因为你80田里带来的那份慈悲，让你的心直接通了天地万物，所以外界的一点点痛苦，哪怕只是路边的一只流浪狗被踢了一脚，那个恐惧和疼痛都会毫无阻挡地穿透你的防备，直接重击你的本心。你会瞬间感受到那只狗的绝望。这就是为什么你总是忍不住要去救助那些小动物，总是想要去帮别人。说实话，这种人在社会上混确实是很吃亏的，因为你的心太软，你不懂得拒绝，不懂得设防。那些有心机的坏人一看，哎呀，这人脸上写着慈悲2个字，那不骗你骗谁？借钱不还的，感情上把你当备胎的，工作中把黑锅甩给你的，专门找你们这种人下手。你们往往被伤得遍体鳞伤，每一次受伤，你都在夜里问自己，为什么？我对这么好，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是不是太蠢了？我是不是应该让自己变坏一点，变冷漠一点？诸位，千万不要这么想。你要记住，这种心软是你骨子里带来的菩提心，是你区别于凡夫俗子的金字招牌。佛菩萨保留你这颗易碎的心，不是为了让你被世俗踩碎的，是为了让你去感应这个世界的。正因为你能感同身受，你才发得出大愿，你才积得下大德。如果你因为害怕受伤，就把这颗心包裹上一层厚厚的水泥，让自己变得冷漠，变得会算计，变得铁石心肠，哪怕你赚了再多的钱，你心里的那颗菩提种子也就彻底枯萎了，你就彻底堕落成一个凡人了，甚至是一个俗不可耐的恶人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因为你把你来到这个世间的初衷全给忘了。所以，如果你是这种心太软的人，我要恭喜你，你的善根极佳。你要做的是学会用佛法的智慧来建立结界，保护自己，而不是去改变你善良的本性。请你守住这份善良，因为这是你回家的车票。好，把那颗柔软的心安顿好之后，我们接着来讲第2个印记。这个印记听起来最玄，也最没有办法用现代科学去解释，那就是你自带免死金牌，生死关头总能化险为夷。诸位，你们回想一下自己这半辈子，或者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平时看着迷迷糊糊，甚至有点笨手笨脚的，可是一旦遇到大事，遇到生死关头，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别人吓得腿软，只会尖叫，他却出奇的冷静。他不一定多勇敢，但他那个心一下子就定住了。这种特质在我们佛家来看，叫做善根深厚，护法随身。只要具备这一条，这绝对是带着天命来的人最明显的标记。之前我在台北遇到一个50多岁的运输公司老板，姓陈。这老陈是个典型的生意人，平时应酬多。他跟我讲了一件半年前发生的怪事，也就是这件怪事让他到现在都还心有余悸。那天他亲自开车去桃园谈一笔大生意，这笔生意对他公司非常重要，关系到能不能挺过难关。他精神抖擞，车速也不慢，开在高速公路上，就在准备经过一个隧道前，突然之间，他感觉到后脖子一阵发凉，紧接着双手有点麻木、僵硬。更怪的是，他心里涌起一股极度的烦躁，那种烦躁让他1秒钟都不想再往前开。按照他平时的性格，为了生意，肯定是硬撑着也要开道。但那一刻，他就像是被什么力量控制住了一样，打了右转向灯，把车强行停在了路肩上。他当时还在心里骂，想着完蛋了，这时候身体出状况，生意要黄了。他刚停稳，想甩一甩手，缓一缓手麻的感觉，却突然听见砰的一声巨响。就在他前方不到200米的隧道口，一辆连接车刹车失灵，侧翻横扫，后面紧跟着的3辆小轿车
直接被卷了进去，现场惨不忍睹。如果他刚才没停那一脚，如果他没感到手麻，那几辆被卷进去的车里绝对有他一辆。老陈跟我说的时候，手还在抖。他问我，老师，我去医院查了颈椎，查了神经，医生都说没问题，你说我那天手麻，是不是祖宗显灵啊？我定定地看着他，说，老陈，别把你祖宗想得那么忙，那一天救你的是你身边的护法善神。为什么常人在这种时候脑子里想的都是赶时间、谈生意，是被世俗的贪念跟欲望控制的？但你是具备大乘根器的人，你的生命功课还没做完，上面不准你死。当巨大的灾劫逼近时，你的肉身还没反应过来，但冥冥之中的护法菩萨已经先知道了，他为了救你，直接强行介入，让你手麻，让你心慌，让你不得不停下来。真正带有菩提愿力的人身上都有一种保护性的磁场，这种保护不是说你不会受伤，不会生病，而是说在你的生死大限没有到之前，在你要度的众生还没度完之前，任何意外都带不走你。你会发现，这种人的一生中总有几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所以如果你从小到大总是遇到大难不死，你要醒一醒，别光庆幸自己运气好，你要静下心来想想，老天爷留我不死，菩萨留着我这条命，到底是想让我做什么？这份不死之身不是给你拿来炫耀的，是给你拿来承担如来家业，利益众生的。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特征，这个特征最容易被现代医学误诊，那就是拥有极强的直觉与感应力。我在道场里遇到过一位30多岁的女信众，她长得很清秀，但是眉头总是深锁着。她说自己经常觉得累，那种累不是干活的累，是感应太多累出来的。她说，老师，我从小就这样，比如我放学回家，还没掏钥匙开门，我就能感觉到家里今天的气氛不对。如果我爸妈要吵架，我在楼道里心就会砰砰跳，进门一看，果然他们在冷战。有时候朋友还没开口借钱，我心里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人今天要找我麻烦。有时候看到一个陌生人，大家都觉得这人风度翩翩，可我只要靠近他3尺之内，全身的汗毛都会竖起来。结果呢，往往都被我料中了。那个风度翩翩的人后来爆出来是个诈骗犯，他非常痛苦，眼眶红红地问我，我是不是神经病？我是不是想太多？为什么我不像别人那样傻傻的，反而比较快乐？我跟他说，你这不是神经病，这在佛法里叫做6根清净，觉知敏锐。普通凡夫的心是混浊的，被各种欲望、逻辑、执着给塞满了，所以接收不到宇宙间微细的讯息。但你的心比较清净，就像一个高灵敏度的雷达，空气中那一点点微弱的业力波长、磁场变化，别人感觉不到，你一下子就收到了。这种超强的感应力非常容易发生在小孩子身上。我经常遇到家长一脸愁容，牵着个5、6岁的小孩子来找我，一坐下眼泪就快掉下来了，说，老师啊，你快救救我家孩子吧，他是不是撞邪了？家长说，这孩子老是盯着家里的墙角看，有时候还会对着空气自言自语。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指着客厅角落说，妈妈，那边站着个穿白衣服的老爷爷，他在看电视，可那边明明什么都没有啊。全家都被吓得半死。遇到这种情况，现在的家长第一反应是什么？去大医院挂精神科。西医的医生会怎么说？做脑波图，做断层扫描，然后一脸严肃地对你说，这孩子有思觉失调的前兆，得赶紧吃药控制。诸位，这就是典型的用修机器的逻辑在修人。他们不懂什么叫生命的维度。在佛法里，
我们是怎么看这件事的？我们凡夫的肉眼频率是很窄的，只能看到人道和畜生道这些有形的物质。但是那些带有宿世善根的小孩子，他们的心识特别干净，他们的频率特别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还没被世俗的业力给蒙蔽。宇宙之间本来就有六道众生，充满了各种波段的能量，你看不见，是因为你的接收器不支持那个频段。但你不能因为自己看不见，就说看见的人是精神病。这孩子不是脑子坏了，他是接收到了另外一个维度的讯号。这种人天生就是学佛、修道、做医生、做艺术家的绝佳材料。这是一种超乎常人的感知力。比如大家都去买房，走进一间中古屋，普通人进去转一圈说，哎呀，这房子采光不错，买了。但是这种灵性高的人一进去，眉头就锁起来了，他会觉得胸口闷，后背发凉，甚至想呕吐。他会拉着你说，快走，这里我不舒服。如果你听了他的话，你就躲过一劫。为什么？因为那房子可能是个凶宅，里面的阴气、怨气太重，普通人的心太粗糙，感觉不到，但他的觉知太敏锐，那个怨气像针一样扎他的磁场，他能不难受吗？可是现在的教育和社会环境在干什么？在毁掉这些孩子。当孩子说我看到了的时候，家长会骂他，小孩子不许瞎说。当孩子说我难受，不想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家长会骂他，你怎么这么胆小？久而久之，这孩子的清净觉知就被世俗的灰尘给封死了。他开始怀疑自己，压抑自己，慢慢的，那个灵敏的接收器生锈了，短路了。等到那个时候，他就真的成了别人眼里的病患。所以，诸位，如果你对照这一点，发现你家孩子或者你自己小时候有这种经历，请记住两件事。第一，不要怕，你不是怪物，你只是觉知比别人清净。第二，不要压抑这种知觉，这是佛菩萨赐给你在这个娑婆世界里的保命符。讲完了前面三个印记，接下来我要讲的这第四个印记，听起来不但不让人羡慕，反而会让很多荧幕前的朋友委屈的想掉眼泪。这个印记就是命途多舛，用白话文说，就是你这辈子过得比谁都坎坷。我在道场里最怕遇到一种人，不是那种得了绝症的，而是那种一脸苦相，满腹牢骚，一坐下来就跟我抱怨，老师，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烂事都找上我？别人顺风顺水，我怎么喝口凉水都塞牙缝？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先看看他的眼神。如果他的眼神是闪烁的，充满贪婪的，那他确实是造了恶业，那是自找的因果。但如果他的眼神深处藏着一股善良的光，骨子里是硬挺的，我就会忍不住想敲醒他。糊涂啊，你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这时候一定有人会问，老师，你开什么玩笑？既然你说我是大乘根器，既然我带着菩提种子，那为什么佛菩萨不保佑我顺顺利利的？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么多磨难？为什么我赚点钱这么难？别人作奸犯科，却每天吃香喝辣。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现在我就给你们讲讲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最深层的生命逻辑。这个逻辑你如果搞不通，你一辈子都会活在怨恨里。诸位，你们看看现在的社会，大家都在忙什么？忙着赚钱，忙着买房，忙着把孩子出国。大家默认的逻辑是，人生就是来享福的，谁吃得好，穿得好，谁就是赢家。可是在佛家的眼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对于那些具备大乘根器，发过愿要来度化众生的人来说，这个人间根本不是让你来度假的，这是一个练兵场，这是一个修罗场。这种人
佛菩萨给他的剧本叫做逆增上缘。什么是逆增上缘？那个难，那个苦，不是为了折磨死你，是为了成就你。哪怕你过去世修的再好，你这辈子投了胎也是肉体凡胎，你也有贪嗔痴，也有私心杂念。菩萨让你跌跟头，是让你学会谦卑，让你被人骗，是让你早点看透人性的虚妄，让你穷困潦倒，是让你将来发达了，能够真正共情那些在底层受苦的人。古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我们佛法里说，没有经过千锤百炼，怎么可能成为堪受大法的大根器？一个带着愿力来的灵魂，就像一块上好的金刚。你想想，如果你只是一块烂铁，随便打两下，做个锄头就完事了，扔在墙角也没人管，风吹雨淋，生了锈，也就那样过一生。这就是我们说的没有太大业力，也没有太大愿力的普通凡夫，一生平顺，没什么大灾大难，也没什么大作为。但如果你是一块要做成法器的绝世好钢呢？铁匠能放过你吗？绝对不能，他得把你扔进那个几千度的高温炉子里烧，烧红了拿出来，放在铁砧上，哐当哐当的重重砸，砸得你火星四溅，砸得你痛不欲生。为什么？因为不这么折腾，你身上的杂质去不掉，不这么千锤百炼，你将来怎么斩妖除魔，怎么承担如来家业？真正有大乘根器的人，他的人生命运曲线绝对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先难后易，甚至是9弯18拐。记得很多年前，有个年轻人来找我，他才不到30岁，但看起来像40岁，头发都花白了，脸色发青。他跟我讲他的经历，名牌大学毕业，本来心高气傲，结果一进社会就被现实狠狠毒打，跟最好的朋友合伙做生意，被卷款潜逃，去上班，明明功劳是他的，最后黑锅全让他背了。谈恋爱，他掏心掏肺，最后对方还是嫌他穷，无情地离开了他。他红着眼眶跟我说，老师，我觉得我这辈子完了，我是不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孽，这辈子是来还债的。我仔细端详他，他的眼神深处藏着一股勃勃的生机。我盯着他的眼睛说，你听好了，你不是命不好，你是命太重，你的愿力太大了。他苦笑，您别安慰我了。我说，我没有哄你，你这种人是要做大事的，菩萨怕你将来飘了，怕你将来扛不住重担，所以现在拼命的给你加码，这叫消业障增福慧。让你被最信任的人骗，是让你早点看破执着，将来你掌权了，才不会被小人蒙蔽。让你背黑锅，是在撑大你的心量，将来你才能承载众生的委屈。让你受穷，是让你亲自尝尝底层的苦，将来你发财了，你才生得出真正的慈悲心。我告诉他，你现在就像被压在大石头底下的草种子，别急着冒头，就在底下把根扎深，等哪天石头一搬开，你这棵草能长成参天大树。后来这个年轻人怎么样了？他沉寂了10年，这10年里，他修身养性，不抱怨，只做事。到了40岁那年，机缘一到，他一跃成为那个行业里的头把交椅。最重要的是，他不管位置做得多高，对人永远客客气气，遇到再大的危机，永远不慌不乱。他说，比起我年轻时受的那些罪，这些算什么？诸位，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佛理。人生里的那些苦难，是在帮你冲开你灵魂里的淤堵。一个具备大乘根器的人，如果一直顺风顺水，他的心胸是很窄的，他只能装得下自己那点小情小爱。只有经历过巨大的痛苦，经历过被误解、被背叛、被孤立，
你的心量才会被彻底撑大。撑大干什么？为了装下天下苍生。讲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苦难从来都不是坏事。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人生的最低谷，如果你觉得四周都是高墙，别怕，那是因为你是一颗子弹，佛菩萨正在把你往枪膛最深处压，压得越深，反弹出去的力量才越强，压得越久，射程才越远。凡夫遇到打击2次就碎了，这叫玻璃心。带着菩提愿力的人，越打越韧，越磨越亮。如果你发现自己怎么打都打不倒，哪怕跌在泥坑里，还能仰起头来看星星，恭喜你，你绝对不是凡夫俗子。你身上的这4个菩提印记已经全部集齐了。好了，诸位，现在该讲的底层逻辑我都讲透了，但我知道我们这把年纪了，生活压力大，记性有时候也不太好。刚才讲的那些什么大乘根器，什么八识田，你可能转头出门买个菜就忘了。没关系，我不嫌啰嗦。在这最后的阶段，我要用最简单的大白话教你们怎么在日常生活中把这些高深的佛理变成转运的实操工具。很多人来找我，一进门就问，老师，您帮我看看我家风水好不好？我家床头朝哪边睡能发财？我家大门是不是该挂个八卦镜来挡煞？我告诉你们，这些都是术，都是枝微末节。这世上最大、最厉害、最根本的风水，不在你家的房子里，而是在你的心里。在我们佛法里，心是万法之源。你的心如果清净、慈悲，你发出去的波长就是暖的，是亮的。这股波长会把周围同样好的磁场给吸过来，好的人、好的事、好的机会都会莫名其妙地往你身上凑。这在佛经里叫做依报随着正报转。你这个人好了，你周遭的环境自然就跟着好。反过来，如果你整天愁眉苦脸、尖酸刻薄，整天抱怨，哎呀我命苦啊，哎呀这世道不公啊，那你就是在向整个宇宙发射垃圾讯号。你发出去的是黑气，吸回来的自然是苍蝇、老鼠，还有倒霉事。所以你就是你自己的神，你的心就是你这辈子最强的风水局。把心修好了，哪怕你今天租的是一间破旧的茅草屋，那也是聚宝盆。心没修好，哪怕你住在几亿的豪宅里，那也是牢笼。那具体在生活中，我们该怎么修这颗心？别讲那些盘腿打坐、闭关几天的大道理，我现在就给你们3个最简单的法子，从今天开始，你立刻就能做。第一，善护口业，管住嘴，不抱怨。你是不是一遇到事情不顺，就习惯性的叹气，或者跟身边的人碎碎念，抱怨老天爷不长眼？听我一句劝，赶紧改掉。在佛家看来，叹气和抱怨是最耗损福报的行为，这叫漏福。你每叹一口气，你身上积累的清净磁场就跑掉1分。你每抱怨1次，你就在给自己的命运下一次恶毒的诅咒。觉得事情不顺的时候怎么办？深呼吸，把那句快要冲出嘴巴的抱怨硬生生地咽下去。多微笑，哪怕你今天心情不好，对着镜子假笑也可以。笑着笑着，你心里的阳气就生出来了，你的好运就跟着启动了。第二，随喜赞叹，多看人长处。我们凡夫俗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嫉妒，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看到别人发财了，买新车了，心里就酸溜溜的，总想挑点毛病。哎呦，那还不是靠运气，有什么了不起？诸位，这是在给自己找毒药吃啊！你看人家的好，你在心里赞美他，这叫随喜功德。人家修了10分的福报，你一随喜赞叹，你不用花1毛钱就分到了他的福气，这股好气就会进到你心里来，滋养你。反过来，你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看，说人家的坏话，那股戾气和毒素就全吸到你自己心里了。咱们一把年纪了，
为了多活几年，为了让以后的日子顺遂一点，多看别人的好，少看别人的坏，这就是最顶级的养心。第三，广结善缘，日行一小善。很多人以为做善事就是去庙里捐个几百万，或者去盖医院、盖学校，那是大企业家做的事，我们普通人做不到，怎么办？佛法讲发心，善事的大小不在于你花了多少钱，在于你那颗心。你今天出门见到大楼的保全或者扫大街的清洁人员，你主动点个头，给人家一个温暖的笑脸。看到邻居提着重物忙不过来，你走过去帮忙搭把手，甚至只是在路上把别人乱丢的保特瓶捡起来丢进垃圾桶，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给你的风水局里添砖加瓦，这叫积沙成塔，一天一点点，那个力量累积起来是大的吓死人的。你的磁场会越来越亮，你遇到的贵人会越来越多，因为你本身就已经成了一个发光体。诸位能耐着性子把今天这支这么长的影片听到这里的，绝对都是与佛有缘的人。我们今天聊了半天，讲了你身上可能带着的4个菩提印记，也讲了怎么在生活里转变自己的风水。其实说穿了，我今天最想告诉你们的只有一句话：我知道你前半生过得很辛苦，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流了很多眼泪，但是从今天，从这一刻开始，请你把眼泪擦干，不要再怀疑自己了，不要再觉得自己是个不合群的怪胎了。你身上中的每一条印记都是老天爷，都是佛菩萨给你盖的章。你不是凡夫俗子，你是带着大乘根器，带着菩提种子来人间历劫的贵人。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骗，流过的泪，都是在磨你这把刀。不经过这番千锤百炼，你哪来的本事去斩妖除魔？你哪来的慈悲去度化苍生？既然今天我们透过网络，透过这个荧幕聚在了这里，这就不是偶然，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巨大能量场。如果你觉得今天老师讲的这番话敲醒了你，或者安慰到了你那颗委屈了很久的心，我想邀请你做一件非常有功德的事，请你在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一句你的善言。你可以写：我接纳我人生的所有磨难，从此光芒万丈。你也可以写：愿看到这句话的人身体健康，无病无灾。或者你只要简单的写下一句：我是具备大乘根器的人，我来人间是为了传递爱的。诸位千万别小看你在手机上敲下的这一行字，当成千上万带着善根的人都在这里留下善念的时候，我们这个留言区就不再只是个留言区了，它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充满正能量的线上祈福坛。这不仅是在疗愈你自己，产生善意共振，更是无形中在为你的家人、孩子积攒福报。你留下的每一个字都会变成一道光，一份祝福，加持在每一个点进来看影片的人身上。而最后，这股庞大的正能量会加倍地弹回到你自己身上，化解你生活中的灾厄。让我们一起把这个地方汇聚成一个温暖的结界，去照亮那些在黑夜里还在瑟瑟发抖的老灵魂们，告诉他们，你并不孤单，我们都在。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一点点的启发，或者带给了你一丝心灵的平静，欢迎你点击订阅，关注我的频道，把这份难得的善缘留在身边。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在这里陪着大家，分享更多能让生命安定的佛法与智慧。愿你从今往后心无挂碍，无有恐怖，把心修好，你的好福气还在后头呢。我们下期见。